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林世杰占星术的频道，我是蔡山姆。在地球上呢，大约有8%的人呢，他们是出生在太阳摩羯座的。他们的脸呢，总是非常的严肃。今天呢，我们将来探讨为什么太阳摩羯座人的脸呢，总是如此的严肃，以及他们的优缺点有哪一些。今天呢，我将使用2张图片呢来显示摩羯座的图案一种呢是一般的山羊图案，那另外一个呢是由山羊的身体和鱼尾所组成的图案。我将解释这2个图案的之间的差异性在哪边。那首先呢，让我们来看看第一张图片。那从图片中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说，它是偏向于使用大地色调的，有一个山洞跟山坡在那边。那这意味着是说，摩羯座是一个土象星座的。在这个占星术中呢，12个元素呢是被分为4个元素分别是风象星座、水象星座、火象星座以及土象星座的。那土象星座的关键字呢是对生活的态度是脚踏实地的，是固执的，业务态度的严厉的，唯物主义等等。那每个元素当中呢，都会有3个星座，也就是3个不同的层次。那第一个土象星座的层次呢，就是金牛座；那第二个呢，就是处女座；最后一个呢，就是摩羯座了。这意味着是说，摩羯座是土象星座里面最高表现的一个层次。那我们再可以看到说，这个图片中有一个老人是坐在山洞里面的。那他是谁呢？当你看到这个镰刀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知道说，他就是克诺诺斯，也就是土星。他在这张照片中的存在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克诺诺斯呢是统治着摩羯座的。那土星的关键字呢是限制、责任、控制、传统的。所以土星还统治着老年这个年纪以及老年人的。摩羯座的认真态度呢，经常反映在他们的脸上因为呢，他们经常会认为自己有很多的责任很多的压力，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去完成这些责任的。即使这些工作跟任务呢，只是小小事情，但是他们把它放到这些很世界级的、非常严肃的这种任务的等级然后呢，就开始想着，并且抱怨说自己有多么努力自己多么的悲哀，自己有多么的辛苦。但当他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是必须按照所有的程序、规则跟规定，并且是缓慢、有条不紊的在进行着。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呢，他们很容易感受到自己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的。结果呢，他们的自信心常常会受到损害。那么太阳摩羯座人呢，是要如何去建立呢？自己有更多的自信心呢？他们可以借由回顾去那些已经完成的那些成就，这样子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再回到图片里面，山羊是站在一个山坡上面看上去呢是一个发光发热、充满着活力的。所以这意味着说，出生在太阳摩羯座的人呢，他是具有这样的素质，比如说领导能力啦、管理能力以及负责任的。摩羯座人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管理者，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通常都是一个人的，因为一座山只容纳一个人站在山顶的，所以呢，太阳摩羯座人通常会感到很孤独的，或者是说被同事孤立的可能。英文呢有一句是说，成功是伴随着隔离。土星呢是有一个坚持的一个传统的这种能量的，他们的态度呢可能是很僵硬的啦，不喜欢去改变的。他们通常呢也不会愿意去接受一些新的想法跟新的概念。上面这些能量呢似乎看起来是负面的，但实际上呢他们也有积极的一面。就譬如说，当这些能量呢是放在婚姻当中或者感情里面的时候呢，这样的能量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一旦摩羯座人建立了一个伴侣关系的时候呢，他们将不会轻易的放弃或者是打破这伴侣关系的。那摩羯座这些品质呢，似乎看起来是很沉重、比较严肃的，但实际上呢，摩羯座也被支配的比较轻松的这些能量，那就是幽默感。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看摩羯座的第2张图片，它被显示为一半山羊、一半鱼尾的这种图案。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模式呢？这是关系到古希腊神话故事的。
摩羯座呢，实际上是与酒神有关的酒神呢，在古希腊的时候呢，他是被称之为戴欧尼修斯他跟潘呢是完全不同的角色，在这边很多人都把它混淆了。那潘呢是半人半山羊的这个图案的一个角色的形式。那在古罗马时期呢，酒神呢是被称之为 Bacchus 巴克斯。酒神呢是起源于色雷斯今天在这个土地上呢有一个叫做保加利亚的国家，但是呢色雷斯是在保加利亚建国之前就已经在这个土地上了，所以根据当时的国家来说呢，它事实上是属于保加利亚的，也就是林士杰老师的故乡。根据古希腊神话故事的显示呢，酒神巴克斯的父亲是宙斯，而母亲呢是塞莫勒。在世界的最初呢，天王星也就是乌诺诺斯世界上第一位统治者，他跟他的妻子盖亚怀了许多的孩子，最著名的呢就是泰坦神族天王星呢后来由他的小儿子克诺诺斯，也就是土星所继承。那之后呢，克诺诺斯的儿子宙斯也篡位了父亲的王位。但在宙斯领导世界之前呢，曾发生过一场非常非常大的战争宙斯呢必须击败泰坦神族，而这场战争呢就被称为泰坦之战。在其中的一场战争中呢，有一个非常恐怖而强大的泰坦神，他叫做提丰台风呢就是以他为命名的。那他非常的巨大，他的头呢可以伸向天空的星星，脚呢踏入地下的，他确实是一个强大而恐怖的一个人物的。宙斯呢跟提丰在对抗的地方呢是在埃及这个位置他们在争夺呢谁是下一位的世界统治者，以及下一步的世界秩序的模式。所以宙斯跟提丰对此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提丰呢是非常有能力的在一个阶段之中呢，他设法将宙斯的身体呢分成好几块。那此时呢，酒神巴克斯是坐在尼罗河的两侧，那他的意志呢是被一分为二。一方面呢，他想帮助宙斯获得胜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理所当然的是非常害怕而且受到严重的一些伤害的。当他的意志力呢仍然是一分为二的时候呢，他则跳入了尼罗河。那很神奇的是，这个尼罗河的河水呢，在他身上产生出了一些变化。那他以复合体的形式展现了，也就是一半山羊一半鱼。那酒神巴克斯的上半身呢还在水面之上，这是想要帮助宙斯的部分。那这样呢，他这一部分的身体呢，就变成了一只强壮的山羊的斗士的这个角色。那他另一部分的身体呢，则是在水面之下的，那是一个非常害怕战斗的一个部分。因此呢，他下半身的身体的部分呢，很神奇的就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像是一只水蛇或者是一只鱼的这一种形态展现。当提丰看到酒神巴克斯变成一只半山羊半鱼的时候呢，他是非常害怕的，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生物，他不知道这个生物呢拥有什么样的能力以及力量呢，是可能会伤害到他的。因此呢，在那个阶段之下呢，提丰呢暂时忽略了宙斯了。宙斯呢，此时呢被提丰已经被切成好几块，并且躺在土地上面。然后呢，提丰呢就开始攻击酒神巴克斯。此时呢，水星莫丘利抓住了这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由于水星呢有一个敏捷力跟一个灵巧能力呢，他迅速的将宙斯的身体碎片呢给缝合起来。在这之后，宙斯再次的重新站起来，然后向提丰发出一股强大的闪电，而提丰就在这场战斗中被击败了。后来呢，宙斯为了奖励跟感谢酒神巴克斯的一个牺牲宙斯呢就将巴克斯呢升上为天空之中，做一个永恒的恒星。这就是摩羯座的故事的由来。是许多古希腊神话故事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了解不同的行星以及星座的一些许多特征以及关键点因此呢，这个神话故事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键，关于为什么摩羯座是宙斯的救世主了。这就是为什么在黄道12宫中这个星座出生总是认真以及懂事的。摩羯座的孩子是非常可以控制的可以管理的以及自律的
当他们遇到有权威的人，像是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的时候呢，他们会很忠诚的、很听话的，他们也不会去反对父母为他们所安排的任何的这种活动，他们还会帮忙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这是非常值得信赖的一个孩子。但是呢，我们仍然建议父母呢，让太阳摩羯座孩子呢，跟同年龄的孩子一起玩耍，这将可以帮助他们建立更多的自信心。像是说，他们可以参与一些小团体式的这种互动游戏，或者是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啦，练习社交能力等等的，都是有帮助的。那当太阳摩羯座人成为父母的时候呢，他们都是非常认真的、有纪律的以及传统的。有时候呢，他们会在纪律方面要求过高的，所以他们的孩子可能会觉得说，他们自己是活在一个军营里面，长官监视下属的这种状态里面的。但是这些爸爸妈妈应该不要忘记的是，这样的方法并不是适合所有的孩子的。因为有一些孩子是需要用更加放松、宽容、爱心的态度来发展这些小孩子的真实品质。对于有些小孩子来说，可能钢铁的这种铁的纪律的训练效果是很好，是没错的。但对于一些另外类型的孩子来说是相反的。所以因此呢，如果你不跟他们交流跟沟通的话，或者是用更慈爱的方式来进行的话，你可能会跟这些孩子之间会产生一种疏离感跟距离感的，这会使你们的亲子关系会变得更复杂的哦。以上呢就是太阳摩羯做一些简单的分享。那在下一集呢，我们即将讨论的是太阳水瓶座。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赶快按赞并且订阅。欢迎呢你在下面留言，如果你对于太阳摩羯座人有任何的看法，或者是任何的想法，一些不懂的地方都欢迎留言。那或者说，如果你想要更了解自己的命盘，也欢迎你与我们林志杰老师来做一个预约，那我会当你们的翻译员。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下次见，拜拜。